名模欧阳希子近来因代言 Alice 服饰而在事业上攀高峰，身价也在不断的翻涨。但近日有一组欧阳希子曾经在酒店陪酒的照片在网络上遭爆出。照片中，欧阳希子顶着浓妆，穿着短裙，露出香艳美腿，拿着酒杯搔首弄姿。啥情况啊？欧阳希子在警察沈总好，哎，沈总好，沈总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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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，这新闻怎么能连争锋上都有？曾主编这次也太不够朋友了吧？就算曾卫不报，其他媒体也还是会报的。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曾主编大早送来的，看来是因为报了欧阳希子的新闻，想和您道歉。他道什么歉？是我让他报的。魏魏，你报吧。没关系，这事儿我可以先压一压。你不报，总会有人报的。这个照片肯定不止你一家有。你现在已经是副总编了，千万不要因为我手软。妍，你通知我已经够意思了，赶紧抢个头条吧。啊，是您同意的？嗯，欧阳希子到了吗？还没有呢。那你去接一趟吧，一定要在董事会之前赶到。好。你看针锋上了吗？不光是针锋上，报摊上所有的报纸都看过了，包括手机推送。亏你还这么淡定。既然事情都发生了，只能接受了。你是不是已经有办法了？哎，一会儿董事们就要来了。霍老师。哎，霍老师啊，坐。霍老师，真不好意思，临时召开这个董事会。欧阳希子这一次的事情实在是没想到，真对不起。做公司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遇到问题就去解决，不要对任何人说对不起。董事们要是能像您这样体谅一人就好了。你想到解决方案了吗？这个危机公关可不好处理。岑薇已经帮我查到了，欧阳希子做陪酒女的事情，她是有原因的。哦，看来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案了。我说你还真淡定啊。接电话呀。女士请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找了代言人，竟然是个陪酒女。先别激动，这也不是沈总希望发生的事情。戴总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难道沈总在签约之前就什么都不知道吗？邵总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做前期调查？沈一恩，这件事儿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必须马上跟他解约。这种人啊，不能留在爱丽丝。对，不能留在公司里面。各位董事，今天召开这个临时会议，就是要向大家当面澄清欧阳希子陪酒的事情。澄清什么？
照片上是清清楚楚，难道是 PS 的不成？不要等出了事儿，你就想起我们这些董事了。平时啊，你把我们这些股东放在眼里吗？公司要不是你一人说了算，哪里会出那么多事情？就是，说的没错，上次法国秀场就差点被那女人搞砸了。你不但没有追究她的责任，还继续把她留在公司当代言人。你这个 CEO 是怎么当的？你就别当 CEO 了，这太过分了！你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。怎么说？你们先冷静一点，问责也不能解决问题。我们还是先听听伊恩他自己来解释一下。别的我认，但公司并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。Alice 里面所有的重大决定，都是经过董事会一致同意的。现在出了问题，你们不想办法解决，反而是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如果你们想找人背黑锅的话，好，我来背。但是背了，也还是要解决问题。我说你们这一个个年纪也不小了啊，出了点事儿，发什么脾气啊 ？EQ 能不能高点啊？这是董事会，不是菜市场，明白吗？你什么你啊？青爷，注意点形象，坐下坐下，不要打断伊恩的发言。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尽快和欧阳希子解除代言合约，及时为公司止损。据我了解，欧阳希子这次的事件是有隐情的，他也答应了会当面来向大家解释，请你们听完他的解释再来做决定。那他人呢？出来澄清啊！我倒要听一听，一个陪酒女除了钱之外，还能有别的什么理由？对，叫他出来澄清。伊恩，你就让他来吧。喂，欧阳希子不见了，电话不接，家里也没人。好。伊恩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霍董，人今天不能来了。不是出来要解释吗？人呢？我就说啊，这种人不能留，必须马上解约。对，我们绝不能手软，否则我们公司的名誉就毁在这个女人的手上。说的没错。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保证，一定会把这件事情解决好的。人犯错误没有关系，关键是能够承认错误，勇于承担责任。这个欧阳希子小姐，她之前就在巴黎犯过事，这一次又故意隐瞒自己的经历，确实可惜。不过，伊恩是我们的总裁，他不会做出伤害公司的事情的，这一点我可以为他保证。不过，这次的事情事出突然，我们也应该给他多一点时间，让他好好的处理。行，既然霍总发话了，我没意见。不过沈一文，我希望你尽快处理好，要不然我们来替你处理。欢迎各位今天来参加施恩的新闻发布会。今天，我代表施恩向各位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。根据市场的定位以及模特的气质，我们一致决定聘用欧阳希子小姐作为施恩最新的形象代言人。合作。要不我们去他们公司把这事情说清楚吧？这件事情公司损失比我们更大，而且沈岩不会不管的。别再说了，烦不烦啊？
西子小姐，幸会幸会。欧阳西子来了！欧阳西子，欧阳西子，欧阳西子，走，哎，各位，欧阳小姐，大家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啊！哎呀，你稍微让座一下我，有什么问题一会儿我们欧阳小姐，来，这回座位上坐好啊！坐。开始了哈。孙总，哎，欧阳希子不是艾丽森的代言人吗？施恩为什么会请她做代言？自从爆出欧阳陪酒的丑闻后，欧阳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今天却和施恩站在一起，是怎么回事？孙总给我们解释一下吧。安静啊！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明白，欧阳小姐其实是一个受害者。她是受害者，不是吧？受害者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故意这么做的吗？是被陷害的吗？来，安静，跟我说。跟我们说一下好吧，西子小姐。首先，第一点必须要说明的是 ，LC 在没有深入的了解事件经过的情况下，以及并没有给欧阳小姐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情况下，已经单方面解除了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约，所以今天施恩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法的。第二，其实这件事情，欧阳小姐是有苦衷的。我想请在座的媒体朋友给她多一点时间，让她慢慢的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，好吗？西子小姐给我们说一下吧，给我们解释一下。说出来吧。是真的吗？解释一下可以吗？别怕，你都忍这么久了，太辛苦了。说一下呀，西子小姐，倒是给我们解释一下嘛。首先，正如大家照片所见，我承认，在我做模特的初期，我迫于生计，我确实做过陪酒女。啊，真的呀？真的？是真的吗？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我带给大家这么多负面的消息，我在这里真诚的跟大家说声抱歉。我不奢求得到大众对我的原谅，但是卸下这些明星光环之后，我只是一个很爱我家人的平凡人。我希望大家能不能体谅一个作为家长的心情，能不能不要再报道这件事情，还给我的孩子一个单纯、健康的生长环境。谢谢大家。安静啊！其实呢，当我知道欧阳小姐身上发生这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跟大家的反应是一样的啊，很痛心，很惋惜。但是，当我知道她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在那一瞬间，我全都明白了。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对呀。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欧阳希子。在屏幕前，她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，千万人的女神哈。但是在屏幕后呢，正如你们看到的一样，
她也只不过是一位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母亲而已。欧阳小姐初入社会的时候，遇人不淑，被迫成为了一名单身的母亲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我恳请各位媒体朋友放过她，放过这位可怜的妈妈。她只不过是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罢了。谢谢。所以今天我诚意邀请欧阳希子小姐作为诗人新一季的品牌代言人。代言人？我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所犯的错，就否认他的现在，甚至否认他的一生。那些狭隘的企业，利益至上，满脑子想着怎么挣钱，诗人不是。我们应该以爱待人，以善为先，从心出发。诗人绝对不会放弃欧阳希子小姐。那什么时候签约呢？希子小姐，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把签约仪式办了。希望你和诗人一起，为这个世界带来更多的美好和希望。欧阳希子已经找到了，就在里面。先别冲动，冷静一下再进去。我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失去理智的。陈总，请问一下，爱丽丝的代言人欧阳小姐为什么会去代言诗人呢？对呀，陈总，说一下好吗？是啊，合理的解释。对呀，陈总，说一下吧。说一下吧，陈总。欧阳小姐，你难道忘了，你和我们 Alice 还有合约在身吗？合约上写的非常清楚，在合约的有效期内，绝不能再代言其他的时装品牌。你今天这么大张旗鼓地和诗人签下了代方合同，公司一定会向你追究法律责任。沈岩，你这个 LC 的总裁做得很草率啊！公司里边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吗？我提醒你一下啊，半个小时以前 ，LC 的法务部跟各大媒体发布了一封律师函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欧阳希子小姐违反合约内容，给 LC 旗下的品牌带来了负面效果，因此解除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同。来，自己再看一眼啊。我看你这个表情，我发现你是真不知道。沈总，您这个 CEO 当的真的是棒到没话说。走。谢谢。你是怎么知道孙彼得今天是在这里开发布会的？自从他偷走 Lazy 的设计之后，就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的一举一动我都很关注。他专门挑选了一些跟他关系过硬的媒体，还真是一点都不漏。很显然，他是想给你个惊喜。
我现在仔细想想，从法国的那场大秀开始，一切都是他在搞鬼。从法国，爱丽丝在法国的那场大秀，欧阳希子突然消失，那场秀差点就毁了。原来你用安迪沃霍的波普艺术举办了那么一场完美的秀，其实是临时的应变之举。但今天孙彼得赢了，侥幸。诗人和 Alice 是同时期创立的品牌，而且都是女装。秦野和孙彼得还是大学同班同学。这些年来，我们两家没少竞争。但说句心里话，我从来都没有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对手。大概是我太轻视他了，今天才会输得那么难看。你很了解他，也就是说，在这之前，他从来都没有赢过你。可以这么说。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一只老鹰怎么会被一只麻雀啄了眼睛？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帮他？我还不确定，我只是想到了一个老对手。谁啊？等我确定了以后再告诉你。好。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搞不清楚啊，在你没有弄明白之前，你为什么要和那个欧阳希子解约呢？如果我说是因为猪队友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推卸责任？爱丽丝的 CEO 居然有这样的无奈啊！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其他人的决定我必须尊重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有没有希望整个公司都是你一个人？这样你就不用顾及那么多其他。公司是我一个人的，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。就像 Lazy， 总不见得是你单打独斗的结果吧 ？Just joke。OK。有没有兴趣想点吃点东西？改天吧，欧阳小姐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。好吧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开口。东西呢？东西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我们再商量商量啊，少点行不行？这5%的股权，是我能拿出最大的诚意了。那我不要。哎，开玩笑，别生气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那个 Lacy 的陆准什么关系啊？这么绝密的设计能拿得到，怎么办到的？如果真那么简单，还值你公司5%的股权。陆准已经找上门来了，气势汹汹的，看起来不太好惹，我不想得罪他。你已经得罪了。帮我们安排一个设计总监的职位。哎，不是，什么时候上班啊？看心情。什么看心情？哎，没有工资的啊！我帮你三餐，连几杯分我，做错事一样偿还呀。自从爆出欧阳陪酒的丑闻后，欧阳希子就没有再露过面，今天却和诗恩站在一起，是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让大家清楚，欧阳小姐其实是一个受害者。LSA 在没有完整了解事件经过，并且没有给欧阳小姐一个解释的机会的情况下，已经单方面宣布解除与欧阳小姐的代言合同，所以今天诗恩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合法的。第二，其实这件事情，沈小姐，
我希望尽快能跟您取得联系。我有很重要的消息告诉您呢，沈小姐，现在很难解释清楚，麻烦您尽快给我回复，沈小姐。史密斯先生，你先不要急，你跟我慢慢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好的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最开始来一个中国人，他要向我们定制一笔钻戒。他们设计非常精美大胆，对每项工艺要求都十分苛刻。要不是我们有100年的珠宝加工经验和高超的工艺标准，也根本接不下这个订单。但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指定每一枚钻戒都必须使用3克拉精度 VVSL 10 couleurs 3X 的蓝色火焰工艺切割的钻石。BNS 珠宝已经很久没有碰上过这么大的单子，我心想沈小姐上次帮了我一个大忙，所以我想把它当做一个惊喜，作为给你一个报答。可是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，当然不可靠了。他是我的好朋友巴基斯介绍的，巴基斯和我30年的交情，绝不可能骗我。而且我去了这位客户在巴黎的办公室，看上去完全没有问题。于是我们谈成共识，签订合同。那后来呢？我一方面让我的珠宝商朋友帮我继续收集所需要的蓝色火焰钻石，另一方面，我们把买到的钻石开始进行加工制作。这个制作过程十分不易，我们用了经验最丰富的工匠之父。经历了很多次失败，咱按照对方的设计图，成功做出了设计要求的钻戒空多。虽然我需要的钻石数量很多，按照我对珠宝市场的判断，我买到我所需要的蓝色火焰钻石应该不成问题的。可是，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市场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生意买家，他大量的收购3克拉以上的蓝色火焰钻石，蓝色火焰一下子成了金价货，价格在中盘商那里也跟着翻了2-3倍。如果我按照那么高的价格收购我所有需要的蓝色火焰来完成订单，不仅赚不到钱，还要倒贴进去。我到处找那些珠宝供货商，想尽办法收购我需要的钻石，就连以前的竞争对手都找了，可是找到的数量实在不够。最后，眼看着交货的日期越来越近，我专门赶到巴黎，想让对方能够多给点时间。可是他却一点期限都不给，他还给我强调了，只要时间一到，如果不能如期交货，就会立马向我索要赔偿。虽然是赔本买卖，但是我不能想象我毁了 BNS 的招牌，那是我和的妻子共同创建的 BNS 是我们的毕生的心血，所以我还是要这样。以高价收购到了足够的蓝色火焰，日夜赶工，想如期交货。可是时间太紧了，最终还是没能完成。事情就是这样了。沈小姐，我知道你公司用税务加盟店替我们做了经济担保。现在我们付不起500万的违约金和1500万的银行贷款呢，这呢全部破产呢，这会直接导致你的门店被银行扣押。早
造成这个局面，我真是真的很抱歉呢。你看，就是这样一个情况，我深表歉意。备受打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我们付不起500万的违约金和1500万的银行贷款呢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只能宣布破产呢。我真担心银行将扣押你的实物价钱呢。我深表歉意，备受打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耳朵来一个，小眼睛。哎，沈小姐，沈小姐。你稍等一下，我们孙总正在开会，你真的不能进去。好，哎呀，你稍等一下，沈小姐，我们孙总正在开会。沈小姐，你，孙总，抱歉，我没拦住。人家沈总是我这么多年的老同学、老朋友了，你以后对人家客气一点啊。沈岩，你迷路了，你来我这儿啊？走。史密斯的事是不是你干的？史密斯哪位啊？少给我装傻！施恩一直在爱丽丝背后耍手段，从法国的大秀到欧阳希子的代言，现在连史密斯珠宝的事也出了纰漏，你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啊？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孙彼得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不敢承认？你也太虚伪了吧！欧阳希子你都可以直接从我这边挖走，史密斯的事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是，挖你墙角我认，是你们 LCV 眼中钉啊，不对，是秦野为眼中钉我也认，但是什么史密斯的，我听都没听过，我凭什么认？你瞪我干什么？你眼睛瞪这么大也没有用，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你欺负谁眼睛上？来，以你的智商，你也做不出来这种事情。是谁帮你出的这些主意？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？背后有人吗？你不要瞎挖，陈妍。我从小到大最怕这种飘的东西了。我一定会查清楚的，你最好不要骗我。哎呀，我好怕哦，好凶啊你，吓死人了！喂，刚才沈嫣来了，我问你啊，什么史密斯？谁呀？怎么了？他来问你珠宝厂的事了？对呀，哎呀，气势汹汹的，恨不得把我吃了。你到底在干什么了？你不用着急，明天新闻一出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别太过了啊！怎么说他也是我同学。你心软了，心软了我立马收手。我不是，我是说你以后采取行动之前，你先跟我打个招呼行不行？你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准备？有准备哪来的 surprise 啊？是不是孙总？
请大家都过来一下。大家好，欢迎你们成为 Lazy 在中国的第一批贵宾。陆先生，这次 Lazy 在中国的开业宣传得非常火爆，同时您还带来了4大设计师。我们非常想知道您的新产品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销售呢？我知道，很多人都是冲着4大设计师来的，对吗？我也知道，你们为了这些限量款排了一整夜的队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今天所有的限量款我们只送不卖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大家先别急着激动，要想得到你们的礼物，首先要为我做一件事。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这里当做一家服装店。这么些年来 ，Lazy 一直在世界上传递着一种心情，一种可以让人抛弃琐碎、忘记烦恼、享受逃脱压力的喜悦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排了一整夜的队，风餐露宿是为了什么？一件限量款到底能给你们带来多少欢乐和喜悦呢 ？Lazy 不希望商品成为大家的负累，你们尽可以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后花园、你们的会客厅，一杯红酒，一杯咖啡，享受这一刻慵懒的时光。把你们的心情，把你们的美好告诉我，分享在 Lazy Land 里，这样我们也会把礼物送到你们每个人手上。Smell。好，把这里当成你们的乐园，尽情的分享吧。这么快就上了推送啊？是啊，真快。太快了。是，挖你墙角，我认；是你们 Alice 为眼中钉啊，不对，是秦野为眼中钉，我也认。你找我？我刚刚从施恩回来，孙彼得怎么说？他说不是他。狡辩！我也觉得不是他，我觉得他这次说的是实话。你想，孙彼得的性格很张扬，如果真的是他的话，他恨不得开瓶香槟来庆祝，根本就不会抵赖。OK， 就算真的不是孙彼得，这事还能有谁？现在台面上就这几个人，和我们有来往的，能从我们的损失中获得利益的，除了施恩的孙彼得，还会有谁？Hello. Hello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Cheers. 很高兴来，恭喜你啊，陆总！哇，这么小的杯子，秀气。今天的酒还不错吧？谢谢。也喝得很漂亮。看得很入迷吗？这幅画很有意境。它的名字叫做《愤怒的海》。你看它的布局、色调，会不会觉得画家把所有的痛苦和恩怨都隐藏在大海之下？看似平静，其实内心波涛汹涌。哦，你懂得太多了。没有啦，一点点。今天你们开业，你看我来的太急了，没准备什么礼物，恭喜啊！
你能来已经很给面子了，再加上外面那些针锋上的记者，不也是你给我的最好的礼物？你们开业声势搞得这么大，哪家杂志不想要头条？能把这么好的机会送给我，我才应该感谢你呢。找机会请你吃饭。哪有让美女请客的道理？你的好朋友沈嫣今天没来？啊，嫣她还有工作，可能一时过不来，理解一下。没关系，我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。路易，你值得拥有。真是会说啊！这是小马哥最新款的设计，我特意为你们准备的。啊，有点花哨。我觉得这件适合你，你觉得呢？帮我包起来，谢谢。OK， 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你是时尚杂志的领航人物，像这样的礼物可能天天都会有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请笑纳。好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。但是饭我必须要请。择日不如撞日，要不然就今天。他今天应该没空了。我来势汹汹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薇薇，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需要找陆准谈一谈。好啊，那你们两个聊，反正吃饭随时嘛。那我先走啦。态度好一点。我估计你要跟我谈的事儿，在这儿说不合适，去我办公室的。要喝什么？不用了，问完了我就走。看你的样子，像是要兴师问罪啊。你是心虚了吧？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吗？没头没尾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。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史密斯出事了。哪个史密斯？你别装了。珠宝的订单是不是你下的？你说的什么订单？我不知道。你说的是法国的那个史密斯，对吗？走过最颠簸的那条路，迎着